Wake up, wake up！ 今天任务是五渔村。五渔村是意大利中部相当有名的景点，以五彩缤纷的房屋闻名。这里不仅是意大利国家公园，更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来到意大利1个月，我终于来到五渔村了。然后五渔村呢，顾名思义就是有5个村落，然后村落跟村落之间呢可以搭火车或者是走健行步道。然后五渔村就在大海旁边，依山傍水的景色超级漂亮的。然后呢，我很幸运，这次我的国中同学妮娜跟我一起来旅行。五渔村位在意大利的西北边，临近米兰还有佛罗伦斯。那我们这次呢是从比萨出发。然后搭火车到 La Spezia 这个火车站，因为这个火车站呢就是五渔村的入口，你来这边一定会经过它。那我们要先去买车票才能进去五渔村。下车这里就是1日票售票处，也可以在官网事先购买。我们买好票了，我们这次买呢1日票的火车通行证，然后这包含当天无限制搭乘火车，包含免费厕所，还有 WiFi， 还有到第3个镇的时候可以搭乘巴士到市中心。抵达 Riamatore， 这是五渔村的第1个村落。这次呢，我们原本是要来健行的，我们是要从第1个村落走到最后1个村落。结果呢，昨天下雨，所以今天步道完全没开，所以我们原本的计划要全部更改，我们就变成买1日的火车票，32.5欧，真的是蛮贵的，但是就是可以随便通行。那我们现在这个村落了，我们就先来逛逛吧。超美的，你看到大海觉得如何？好美哦！突然觉得没有任何烦恼，而且听海浪的声音，其实心情会蛮平静的，很疗愈。走在海边超舒服的，很舒服。听着海声，然后看着辽阔的大海，而且今天天气算蛮好的，就蓝天白云，拍照超美。可以下去，我们下去看看。哦，你们看这个大海，好开心哦！好，坐好，坐好，你看，我把相机夹在后面，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自拍了，好方便，超美的，对，你看这个海浪。好，准备了，1、2、3，1、2、3，超美，而且超方便，就相机夹在那一边就可以了。真的。好，我们享受大海吧。直接躺在这边享受了，他们都直接跳下去游泳。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新相机 Insta360 Go 3S， 它是全新推出的运动相机，就非常适合带出去记录自己的旅行啊，还有生活。它看起来虽然跟其他运动相机差不多大小，但是其实它厉害的是，我看到相机介绍的时候就天哪，超赞！可以把它拿下来，变成跟我的指头一样大的相机，这样就可以随时拍照。而且它厉害的是可以贴来贴去，什么意思？等一下再测试给你们看。超美的，我们在那边坐超久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吧。我们现在要上去到这个村落逛逛了。哦，后面的海真的超美的。哇，这边有个可以游泳的地方哎，好多人哦。真的是依山傍水的小村落，因为我们现在在小村落里面，就是楼梯上上下下这样走。你在干嘛？找东西吸啊，当脚架，你看超方便，我们这样就可以拍照了。因为它后面其实是磁铁，所以你只要找到有铁或金属的东西就可以吸上去，就是像这样，然后就可以放在这边，然后拍照，我们就可以自己录自己了。啊，录完之后记得把相机带走哦。走回来火车站了。
很像。想吃吗？那边有一些小餐厅、小 bar 可以去买东西吃。我们现在走回来火车站旁边，然后火车站这边呢有一条步道可以走，叫做爱之小径，就是走到下一个村，大概要走30分钟1公里。但是这边要买票，如果你有火车通行卡，你还要加10欧；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买健行卡再加10欧，就等于17.5欧。所以我建议买火车通行卡其实是还不错的。这边就是要排队买票和健行卡。好啦，走吧。然后因为我们已经有火车通行票了，所以10欧的票呢是直接上网买，它现场没有办法买。然后上网买完之后就会寄到我的信箱里面了。这是我们的门票，一个人10欧，真的是观光景点，非常的观光。Grazie。超幸运，我们进来爱之小径了。我早上不是说今天 Cinque Terre 的步道都没有开放吗？但是唯独这一条爱之小径有开放，虽然花了10欧，但是值得，因为这条步道呢是只有今年8月9号才开放，我们今天8月20号，超幸运的。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画面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有2台在拍，因为我以前的影片全部都是用 iPhone 14 Pro Max 来拍。然后我这次呢是用 Insta360 Go 3S 来拍摄，你们可以比较看看画面、画质、声音有什么不一样。我 iPhone 的话有用外接麦克风，然后 Insta Go 3S 的话是直接是它本身的麦克风。这台机器很特别的是，它有一个翻转镜头，看得到吗？所以我可以看得到，我现在看到自己讲话。然后以前拿 iPhone 的话就是完全看不到，就只能自己凭感觉而已。这边呢都有一些那时候当初建爱之小径的一些历史。它从192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建造，然后是今年才 reopen， 我们真的超幸运。现在有点像追路古道的感觉。你们看后面的海，听着后面的海浪声，超级美，然后眼前一望无际的海跟蓝天，天哪！在大自然就是很辽阔，就无限可能。比耶，它就可以自动拍照，你看一下，1、2、3，好了，拍到了，超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哦，你比这样，比5，然后就会开始录影了。好 ，Start recording。嗨，我们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步道的结尾。然后这个步道总长差不多800多公尺而已，所以其实走很快。但是沿途的风景就是超美的，很开心。好，然后如果你要停止录影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讲话的 Stop Recording。好，它就停止录影了。因为我现在是用英文版本，所以你们可以自己设置自己的想要语言，然后就可以叫它做事情。然后用英文用讲话的也可以哦。Take a photo。好了，3、2、1，它会倒数，然后就拍照。走完这个步道花我们10欧，值得吗？值得。好啦，我们从爱之小径走出来呢，就是第2个城镇叫 Manarola， 但是现在下雨了。走上来这个城镇超漂亮的，好像山城的感觉，他们房子都高高的在上面，而且很多颜色，对呀，七彩缤纷，好美哦。我们现在要去找餐厅吃饭，这边超多人的。Erano prima di te loro, erano su che sono venuto giù. 好赞哦！谢谢妈妈坐在那里。我们抵达餐厅了，有没有发现刚刚的视角又不一样了？因为又有一个新玩具，就是这个，超酷吧？我们刚说这个相机全部都是磁铁，后面都是磁铁，所以你可以这样直接吸上来，就可以拍摄，就会解放你的双手。Grazie。所以我刚刚就是这样放着，然后可以藏在衣服这样，
就可以直接第一视角拍摄，是不是超酷的？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不喜欢，你还可以加这个，它也是附在相机包里面，所以就把它放上去，然后接上来，然后就可以转向。所以我刚拍那个菜单的画面就是这样转下来拍的，超酷吧？上菜啦，我们的 seafood spaghetti， 然后来到五渔村，或是来到意大利就是要吃意大利面。然后五渔村它在海边，所以当然要吃 seafood。好啦 ，Bon appetito！ 这是2人份的意大利面，所以我们就自己盛。好好吃哦！我觉得淡菜很棒，因为现在虽然夏天，但是它的淡菜吃起来是鲜甜的。意大利面本身我也蛮推荐的，因为很多意大利面都是那种它有些酱，然后跟面味道是分开的，但是它对我来说是融合的。吃饱饭，我们继续逛吧。但是要下雨了，好美哦！这个村呢，从这边看过去，后面的风景是不是超美的？我觉得大家明信片照都从这边拍的吧。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用这个相机拍起来，我觉得画质超好。现在在下雨，有点阴阴的，但是拍起来的画面还是蓝天，然后大海超蓝，然后后面的房子的颜色也是非常的鲜艳。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一路走到第5个村啊？第5个村应该在最后面。我们要回去了，我们来等火车，然后我们买了通行票之后呢，就任何火车都可以搭乘，然后搭几趟都可以，就把它搭到爽吧。我们来到第3个小镇，然后一出来看得出来吧，什么东西都没有，难怪买这个通行卡它会包这边的公车，我们可能就要坐公车，然后去市中心看看有什么东西。Ciao. Grazie. 下车之后不知道人在哪里，好像迷路了，我们就随便乱走逛逛这个城吧。发现当地人都还是会探头出来看看一下我们。来吃 gelato。我吃 peach and rosemary， 还有 mixed berry。好吃吗？好爽，开心。一整片一望无际的大海，超蓝的。虽然现在下雨，但是超漂亮的。那边是刚刚我们在的第2个小镇。其实这小镇好像逛蛮快的，我们就这样走个小巷子啊，然后吃个冰淇淋啊，看个风景，然后就差不多了。哎，刚好巴士来了。我们回来火车站要搭火车了，超快！我们要下火车了，然后我们来到第4个村落，叫做 Vernazza， 然后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住宿的地方。饿了，来吃东西！哒哒，吃
吃。我们要走去海边吃饭。哇塞！我们买好炸物晚餐之后，我们走来海边，我们要来享受了。好棒哦！这里超美的一个大广场，然后旁边就是海边，有人下去游泳。我们找一个好位置来吃东西吧。我想要走去那上面，好不好？找个好位置吃饭。走来海边，吃着海鲜，享受海洋。啊，从这边看后面这个小镇。就五颜六色的房子，整个超可爱的耶！这边好像是拍卢卡电影的场景。现在要走回去住宿，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呢，距离这里可能要走1个小时。走吧，加油，我们可以的。从这边看下去的景真的超棒的。虽然已经快要累死了，我们55分钟啊，湿湿的，好像挺湿湿。抵达了，哦，前面的海好漂亮哦。我们今天住的房间。今天是五渔村的第2天了，然后我们住在第4个村嘛，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第4个村走到第5个村。好啦，走回来这个巷子，看到 Monte Rosso， 我们就要从这边走到第5个村了。我们走上来看海边这里，这边应该就是要来买健行卡了。买完我们的健行卡，1张卡是7.5欧，然后这个健行卡是可以用1整天的，然后所有步道都可以使用。从步道走过来之后，这边看回原本的城市小镇啦，超美的耶！我觉得在远看才可以俯瞰到整个小镇的样子，不然我们在城镇里面其实拍不太出来。哇，走了一大堆楼梯上来之后，这边的景真的超级美耶，就是要从上面看才漂亮。哇！都是上坡，完全就是登山路线。你们看，我们又爬更高了，旁边那个小镇的景又更明显了，又更壮观了。沿着步道走呢，你们看后面，我们看到第5个村了。等一下我们就走到那边去，差不多还有1个小时吧。我们继续慢慢走吧，看着大海。超舒服，左边是海，右边是山，怎么可以这么幸福呢？一直疯狂上坡啦，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我用这台相机拍出来的行进中的效果怎么样，防震效果。因为其实我一直在爬坡，然后我都是直接这样手拿着。哇，离我们的小镇越来越近了，就在那里。走在这景旁边，超美的。我们差不多走1个小时半到40分钟，从那个入口点到这个出口点，我们2个的脚跟膝盖都快抖了。哇塞，也太疗愈了吧！出来就是大海，然后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好美哦！我们第5个村就在前面了。就在眼前了，第5个村 Monte Rosso。开动！我们实在太饿了，我要直接吃东西了。我们等下吃完东西再去海边玩。吃
吃饱饱，我们又来海边游泳了，超美的，超多人在这里的。好了，我们找个地方来沙滩休息，等下再去游泳。好多人哦！我先换好泳装，我要去玩水了。好冰哦，好冰哦！其实很多人问我之前的水上画面，在埃及啊，在土耳其玩水的画面怎么拍的，我其实都是手机装防水壳，然后这样下去拍。但其实我后来呢，画质是不是没有很好？像前几支土耳其那一支真的是惨不忍睹的画质。所以呢，现在这台 Insta360 Go 3S 是完全防水，但是记得只有子母相机是防水，整个那个 Action Cam 没有防水，所以你要把它拔掉，就是像这样，然后下去。哎，是不是超方便？就拿这一根就可以下来玩水了。然后裸机的话有10米防水，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潜水的话，可以再另外买一个潜水壳。好开心哦！我在意大利五渔村游泳，而且今天天气超棒的。真的是石头岸踩得很舒服。我回来了，游完泳了，我现在鼻塞了，超冷。然后记得这个相机要泡淡水，我先用淡水冲一冲。结束游完泳，我们要上去逛逛这个小镇了。哇塞！走过山洞之后，这边又是一整片海滩呢，这边更多人更大，好舒服哦。我们要结束2天1夜的五渔村之旅，我们回到 Monterosso， 我们要搭火车回到第一个村，拉斯维加斯。对，拉斯维加斯。结束2天1夜的五渔村之旅，我们现在在麦当劳休息，要等火车了。我觉得2天下来真的好累哦。然后还好我们没有坚持一开始要全程用健行的方式走完每个村，因为真的超累。如果你全部走完的话，我觉得加起来可能要10个小时吧。然后再加上你每一个村落都要停留，真的2天是不够的。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村是我最喜欢海边的地方，那边的海滩大石头，你可以在那边 chill 游泳，然后放松，真的超美的。那第2个村落呢，就是明信片拍照的地方，有很多彩色的房子。那第3的话，我觉得因为小镇离火车站比较远，所以就比较像居民的住宅。然后第4个小镇呢，有点像1跟2的结合，然后也是卢卡拍摄的地方。那第5个小镇就是大家的度假胜地，很多人在那边海滩游泳啊、放松啊，很 chill。那总之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如果真的要健行的话，时间要长一点，但是相对的，你们健行卡的钱也会比较贵。然后这边的火车通行票也蛮贵的，所以天数你们就是看你们自己是想要看村落，体验这边的感觉，还是放松，然后还是健行，你们就自己去安排你们行程。最后，如果你们对这台 Insta360 Go 3S 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使用我的专属连结码购买，然后会把资讯放在下方资讯栏。就这样啦 ，This is your life， 拜拜。开始录影了吗？很好。好险！吓死！